喝酒误事有传统，自打这个酒被发明出来以后啊，就一直不缺酒鬼这种人的存在。历朝历代都留下很多和酒鬼有关的传说故事。要说历史上最有名的酒鬼是谁呢？这排名不好分先后，但是魏晋时期竹林七贤里的刘伶，他肯定是榜上有名的，而且是名列前茅的。他留下的历史故事几乎都和酒有关。你比方说他出门身后都带着一名仆人，这仆人手里还得拿着铁锹，干啥呢？不是怕他喝多了跟人干起来给他帮忙，事实上他有自知之明，喝多真惹着人了，他自个儿就跟人家说你看我这天天就光喝酒不吃饭的小身板也没几两肉，你打我，你一拳你就能把我打死。人家一听都憋不住乐，他不打你了，这事儿就过去了。所以他根本不需要别人帮忙打架。那么这仆人拎着铁锹干啥呢？他是防止自己喝酒没数，万一喝死了别污染环境折腾家人啥的，让仆人看看我在哪儿喝死的，你就地挖坑给我埋了，你回去找我家里人领赏钱去。你说这个刘伶当酒鬼都当出一定境界了，而且他自个儿也知道喝酒容易误事甚至呢还能死人。但是幸运的是呢，刘伶一辈子没啥事业心，除了偶尔做做文章之外呢，也没啥事能让喝酒耽误的。他留下的文章就2篇，一篇叫《酒德颂》，一篇是《北邙客舍诗》。这喝酒反而给他增添灵感了。那么说历史上那些有事业的古人喝酒误事可是屡见不鲜的。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喝酒误事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极端情况。首先一个误事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个够严重了，叫喝酒死全家。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说啊？什么故事呢？这个酒鬼呢是西汉时期的猛将灌夫，这在史记里都有明确记载他喝酒怎么死全家的。这灌夫本来呢姓张，他父亲叫张孟，张孟呢曾经当过颍阴侯灌婴的家臣。我们知道灌婴是跟着刘邦造反起家的老臣，灌婴很重视他，赐给他姓为灌，所以灌这姓就这么来的。汉景帝时期呢发生过有名的七王之乱，当时灌夫呢率领1000人呢跟随他父亲从军，立下军功了，被封为中郎将。他父亲呢死在沙场上了，灌夫呢不肯返乡葬父，还在战场接着杀敌。汉景帝说这灌夫忠诚勇猛，就任命他为西汉当时呢藩国代国的宰相，就下边一个这个藩王代国，他在代国当宰相。后来呢汉武帝继位呢，又把他调回中央做太仆，就是管理皇家车马的这么一个官。你看他这个人生开场挺好，应该说前途无限光明。但是呢灌夫有个毛病，爱喝酒，而且酒品不好，喝点酒就闹事儿，就像《红楼梦》里头那焦大似的，一喝多了就撒酒疯，不是骂这个就骂那个。有一天呢，他跟长乐宫的卫尉窦普喝酒，喝多了，2个人呢也不知道哪句话没唠明白，就吵吵起来了。你俩喝多的老爷们怎么可能动口不动手呢？吵着吵着，2人你一拳我一脚就打一块去了。你这灌夫是什么人呢？他能当官就因为在战场上表现勇猛，而这窦普呢这名起的就不好，你豆腐能扛打吗？几下就打得鼻青脸肿，给他打懵了。这个事儿让汉武帝知道，汉武帝吓坏了，说你惹谁不好，你惹这窦普，我都得给他3分薄面。为啥呢？窦普是当朝太皇太后窦氏的兄弟，咱很多人都知道窦太后，他窦太后的弟弟。为了怕窦太后一气之下把灌夫杀了，汉武帝惜才，就把灌夫给送到燕国去当宰相去了。就给你打发走了，你到外地当官去。没想到这个酒鬼没记性，几年之后呢，灌夫不做官了，回长安老家了，又出事了。怎么的呢？他有个好哥们叫窦婴，这个窦婴呢当年也是个人物，官至宰相，后来因为得罪窦太后被罢官了。他罢官之后呢，谁接替他呢？汉武帝的舅舅田汾成宰相了。这个田汾呢是一个人性不怎么地个人，可以说挺坏。这田汾和窦婴2个人之间呢挺有渊源。当年呢窦婴当大将军的时候呢，正显赫的时候，田汾就是个小小的郎官，所以使劲巴结过窦婴，天天往他家跑。说白了就跟3孙子似的。结果呢现在窦婴失势，田汾得势了，这局面就扭转回来了。有一回呢，灌夫去拜访田汾，2人喝酒喝的不少。灌夫呢
田汾呢这时候就说了句醉话，说这么的，明天咱早上我就跟你一起去看窦婴，因为他俩喝酒聊到窦婴了嘛，这田汾就顺嘴搭话说了这么句。冠夫一听特别激动，太好了，你去看我哥们儿，我都替我哥们儿高兴。那这么的，咱酒就喝到这儿，我回去就通知他，让他在家里准备啊，你大人物去了，人能不好好招待吗？所以这大半夜的，冠夫就跑到窦婴家把这事说了，说第二天早晨田汾就来。窦婴两口子一看这贵客来啊，赶紧打扫房间，布置围帐，准备酒宴，一直忙到天亮。天刚亮呢，就让府里边管事人在宅前的伺候等着。结果一直等到太阳老高，一直等到中午，这个田汾也没来。这冠夫在他家这脸可挂不住了，说你看我说的，我找他去。结果呢，到了田汾府上一看呢，田汾昨天喝多了，在家睡觉呢。这冠夫就挺生气，但人家是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冠夫虽然勇猛，但不是没脑子。他当时就把气儿憋着，就问田汾说：“你昨天说好好的拜访窦婴，人家两口子准备一宿了，从早上到现在都没敢吃饭，就等你来呢，你怎么还睡觉了呢？”田汾一拍脑袋：“哎呀，对不起，昨天喝多了，说的醉话，我都把这事忘了。那这么着，咱俩现在就去。”你看这时候冠夫还知道田汾不能得罪，可是到了窦婴家呢，一喝上酒就不是他了。借着酒劲儿，他把田汾的好顿给骂，还是窦婴呢硬给他拉走了，又替他跟田汾道的歉。就这个事儿上，俩人就结下了疙瘩了。结果又过了2年呢，田汾又要娶燕王的女儿做夫人。当时呢，文武百官呢，包括皇族啊，都去祝贺去，这场面很大。窦婴就找冠夫说：“咱哥俩去吧。”我说：“不行，我上次因为喝多了把田汾给骂了，这次就别去了。”窦婴说：“没事，那不都过去了吗？冤仇一解不一结，正好借着事把关系续上，硬把人给拉下来。”其实这就说窦婴心里没数，你是冠夫的好朋友，你不知道冠夫喝完酒啥德行吗？结果冠夫又喝多了，周围的人呢对已经失势的窦婴不够尊重，冠夫看不下去了，借着点酒呢撒酒疯骂街。田汾一看你在我的婚宴上闹事，这不好吧，就说了2句，没想到冠夫连他也不惯，说你今天你就杀我的头，我都不在乎，有什么好不好的，连田汾一块骂，把田汾给气的。行啊，我这婚也不结了，你也别走了，直接给你关大牢里，连真带假的捏了一堆罪名给冠夫安上，最终冠夫被灭族了，全家都死了。而且拉着他喝酒那个他好哥们窦婴也确实够意思，不离不弃的，人是我拉去我得负责，一遍遍找汉武帝求情，又在朝上呢跟田汾对骂，最终也被田汾陷害，被当街斩首。你说这顿酒疯撒的啊，你这个酒鬼当的，死了全家不说，连带好朋友都没命。还有比这更惨烈的，因为喝酒呢坑死朋友，坑死自己，还外带自己的大部队。那这位特殊的酒鬼是谁呢？南北朝的时候被称为万人敌的勇将卢爽。说南北朝梁武帝在位的时候呢，有个荆州刺史刘义轩，镇守荆州10多年，势力强大。荆州这带不光是富裕的问题啊，而且兵马强壮，号称江左第1大州。脚底下趴着这么一头老虎，梁武帝可睡不着觉，就下诏要调刘义轩为扬州刺史，就离开荆州交出兵权。这刘义轩能同意吗？就起了反心，他就想到自个儿好哥们卢爽。这是孝建元年的2月，他派密使给卢爽送去一封信，约卢爽啊，说咱们秋天的时候，就半年以后，咱们共同起事造反。可没想到呢，卢爽接到信的时候正喝酒呢，喝得醉醺醺，日期他也没看，光看前面内容啊，要造反，我早就想造反了，哥们儿我配合你。借着酒劲儿，马上把部下给召集起来，走，造反去，把造反旗号都打出，直接到荆州找刘义轩去。这可坏了，这刘义轩一看，我本来写信征求你意见，然后咱定秋天再造反，那得做准备。结果他把造反旗帜打起来，很多人都知道了，那边梁武帝也肯定是没办法，赶鸭子上架，咱就干吧。造反这么大事，连点准备都没有，这肯定失了先机。但好在呢，卢爽啊有万人敌的外号，很勇猛，刘义轩也做了些铺垫，都不是白给的。两人就制定了作战计划，说咱们2路进兵，分成水路旱路，直逼这个都城。按照这个作战计划呢，咱俩的军事实力，基本胜券在握。结果这酒鬼就没记下，到了秋天的时候呢，
最关键的战役时候，这卢爽又喝多了。打仗的时候啊，大伙劝他说：“你别上阵，你喝多了啊，不行，我这么厉害，喝酒能耽误我杀人吗？”哎，他把自己整的跟老司机似的，我技术这么好，喝点酒能咋的？车照样走直线。结果大家知道，那都是醉话。你再厉害的主，再厉害的将领，你架不住酒精。卢爽估计也没想到，自己因为酒喝多手没劲儿，拿不住兵器，被敌军主帅毫不费力斩于马下。这卢爽的军队失去主帅，很快就被击溃了。陪他一道打仗弟弟也被杀了。刘玉轩的造反大业功亏一篑，最后刘玉轩也被杀了。你看这一顿酒，坑了自己，坑死朋友，还坑了一支部队。所以这刘玉轩呢，毕竟是因为朋友喝酒，想当皇帝没当了，送了性命。而最高级别的喝酒呢，这酒鬼啊，就是把自己直接喝的亡国了。你说起来呢，这方面挺有意思，还有个典故，就是以前的记载啊，最早发明造酒技术的，有人说杜康，其实还有个人叫夷狄。这个夷狄呢是大禹的手下，《笑傲江湖》里不说吗？上古时期，大禹的手下夷狄造酒，所以大禹最大的功劳不是治水，是造酒。你看，这个《战国策》里边记载说，大禹在喝了夷狄先生的酒之后，这酒太好喝了，太有诱惑力，他对酒本能的心生恐惧。大禹说了句话，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呀，就一定有因为喝酒这国家被灭亡了的。可以说他这话呢，千载之下都依然振聋发聩。大禹当时也因为这个疏夷狄绝止酒，就大禹不但戒酒了，还用此远离用酒来讨好自己的夷狄，就你也不是啥好人。可没想到呢，再传了几份有意思了。大禹的孙子太康就是个酒鬼，他继位之后天天狂饮不已。这时候夏朝诞生了，他成了夏朝历史上第一个因酒丧政之君。就喝酒喝都不行了，当不了皇帝了。而再到夏朝最后一个皇帝，这都大禹的后人呢，夏桀更是酒色之徒，在皇宫里修建的酒池大的可以横船。有人说这酒池肉林，这不是纣王吗？纣王是肉林，就是把这肉挂到这个树枝上，意思是呢随便吃。这个酒池呢是夏桀造的，就造这么一个酒池，整个池子里都是酒，可以划着船随便喝酒。但也有说肉林呢是让宫女把衣服都脱了，人肉林这意思，但说法不同。但总之呢，这夏桀呢这好喝酒，是个1号的酒鬼。夏桀整天呢和王后妹喜还有宫女饮酒作乐，最后生生把夏朝喝的灭亡了。商汤伐夏嘛，后来武王伐纣嘛，历史总是在这个规律当中来回循环的。所以当然咱们说这个喝酒喝亡国的极端，这历史上也有励志的酒鬼。这怎么励志酒鬼呢？战国初年这个时候，晋国执政的大臣赵襄子，咱都知道3家分晋，这赵襄子就是赵国的开国的这个君主。这个赵襄子就是个酒鬼。有一次呢，他设酒宴待客，连喝了5天5夜。他喝嗨了，喝爽了，特别自豪，说你看我这酒量谁能比得上我呀？我这5天5夜没打地儿。这时候他身边呢有一个随从叫幽默，看不下去了，就讽刺他一句：主子不行啊，您这酒量虽然厉害，但有一位比您还厉害。说谁呀？纣王商纣王当年商纣王喝了7天7夜没怎么地儿，你看您这才5天5夜，比那纣王还差2天2宿。这话说得很重，赵襄子机灵一下子这酒就醒了。可不是吗？纣王7天7夜，我这5天5夜，那我和纣王这种亡国之君不差不多了，就差2天2夜了，多危险呢！于是他马上停止了长夜之饮，拉倒别喝了，大伙儿也别喝了，奋发作为，最终成了战国7雄之一，赵国的开国君主，成就了一世英名。所以咱们看呢，喝酒误事，关键在人不在酒，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放下酒杯才能成就大业。所以你要作为酒鬼，你好酒不是你的多大弱点，但是好酒还贪杯撂不下来，这就是弱点了。所以你得有赵襄子的觉悟，酒再好也不能贪恋杯盏，耽误正事儿。人活于世，免不了人生。
人情复杂了，就成了世故。被挫败，丧失目标；被诱惑，麻木不仁；被摆布，失去棱角；被打击，遍体鳞伤。人生这条路，人心隔肚皮，打交道不容易。不做别人的木偶，练达自己的人情。这个逢年过节呀，大家免不了要在一块儿聚聚，尤其是春节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要回老家。结果有一件事啊，大家这意见很大，就说回老家呀，这个酒啊太难应对了，上顿喝下顿喝，跟着亲戚得喝，跟着朋友得喝。还有的朋友说平常啊也没饶了我呀，你看老板领导领我出去喝酒去，其实我就给挡酒呢，把我喝了够呛。所以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啊都有这样一个痛点，就是这酒场呢我喝不下去这个酒，我怎么办？也不喝酒呢还办不成事儿，我怎么应对？怎么能让呢上级对我还满意，我还没把自己喝的身体受伤难为够呛。咱们这期节目就给大家说说我们怎么样应对酒局，我们怎么样看待酒这个东西。礼拜三，戌时，每周这个时候都会有一群人来看良知。良知的主持人叫老梁。今天粉丝带来一瓶叫喜酒的东西。不久前我参加了一次酒局，让我帮领导挡酒，喝得我醉生梦死。断片之后，老板却把我给 fire 了。我很奇怪，世上怎么会有酒这种东西？仕途最大的烦恼就是酒局不断，坑爹不止。如果可以练达酒场上的人情，工作的每一天将会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你说多开心。相信这位粉丝看完良知，应该知道酒不醉人人自醉的人情练达了吧。不过对于酒场上的断片儿，我想应该和喝什么酒有关吧。喝喜酒真君子，不上头不断片儿。有什么喜欢还喜酒让水。那么咱们节目一开始得给大伙说一件事儿。有的朋友说呀，说你看现在年轻人强调个性，很多人呢不爱喝酒，尤其是不爱喝白酒。哎呀，喝到嘴里这个辣呀，喝多了难受啊。说红酒啊啤酒还能接受，这白酒挺难接受的。要按这个道理，有人就分析了，说年轻人都不爱喝白酒，那白酒销量肯定不行啊，越往将来越不行，尤其80后90后这么讲究个性的。可是奇了怪了，这几年你会发现白酒，尤其是高端白酒，它的销售反而在往上走。这是什么原因呢？除了我们说咱们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过去好了，逢年过节消费点高端白酒都不是问题了，这是一个基础因素。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你以为年轻人就拒绝白酒吗？不是那个样子。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他在一定的年龄段里头对这个白酒有反感，但是随着他年龄往上增长，他会对白酒有一种本能的接受。什么叫本能的接受呢？我举个例子，很多年轻人喝不了茶，还有的喝不了热水。比方说我在10几岁20几岁的时候啊，这个水越凉喝着越舒服，那个热水温度稍微高点都觉得烫嘴。可是到了我这年龄呢，那不用说喝茶了，那个开水烧出来倒到那儿稍微晾一会儿我就能喝，而且对茶开始上瘾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有一些东西啊，你随着你的年龄的提升，你会越来越爱它。我还记得有一年，我和这个已故的著名的词作家严肃老爷子，我们一起做节目，正好有一个这个女孩啊，唱她的歌，哪个说唱脸谱，就那个蓝脸的窦尔顿、盗御马，什么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那里边就说到说这个咿咿呀呀这京剧啊，怎能吸引现代小青年？我跟严肃老爷子我就探讨这问题，我说不要担心京剧吸引不了现代小青年，等小青年一点点长成了，他就会喜欢京剧。我身边好多朋友都是20几岁的时候听不了京剧，这什么呀，这么办？到现在整天呢拿着手机啊听各种各样唱段，觉得这京剧比流行歌曲有味道多了，好听多了。我们说有很多东西你是要在生活阅历的基础上，情商提升的基础上咂摸这滋味，才觉得它越琢磨越有滋味。我们说京剧，我们说茶，包括白酒，都是这样的东西。所以现在虽然有不少年轻人不愿意喝白酒，可是原来那些人，比方说60后、70后，或者是85前的一些朋友，他随着年龄增长，他一点点发现呢，酒这个东西有滋味，白酒有品头。为什么这样呢？我在这里抛出一个观点，我看大家能不能接受。以我个人的经历看呢，我觉得白酒啊是一个年轻人走向成熟的成人礼。有人说哪有那么高的高度？我说一点生活体会，有那么句话叫中年心事浓如酒，少女情怀总是诗。他说的是人到中年的时候，生活的五味杂陈涌上心头，想把这种复杂的感受能够找到一个对应的东西来发泄出去，排遣出去。什么最好呢？酒。比方说白酒，一进口那是辣的，再往下咽甚至觉得苦，可如果你会喝呢，顺着这舌尖两侧往下走，再回勾，再往上反，你会能感觉到酒的甘甜，而且这种劲儿呢，沁人心脾的往上一提，你整个人为之一振。把这种热乎劲儿和这提振的劲头，你要能感受得到，白酒你才算得其中的真味。为什么我说它是成人礼呢？大家记住一点，让小孩喜欢的东西往往是让人无比舒适的东西。你比方说巧克力，比方说糖，比方说汽水饮料，都甜得发腻，你吃起来喝起来觉得很舒坦。但是我告诉大家，让成年人真正上瘾的东西绝不可能是这些让你舒适的东西。为什么？舒适的东西会让你觉得沉沉欲睡，会让你安静下来，但是让成年人真正觉得有滋味的东西，一定是让你觉得兴奋的，能够激发你某种东西的。那么它不仅不是甜腻的，不是舒适的，它甚至是刺激的，甚至是苦的。比方说咖啡是苦的，烟有时候是辣的冲的，酒不用说了，就你看让成年人上瘾的东西往往都是这样的，而茶也是很涩的。所以白酒这种第一口下去苦辣，继而有回甘，然后能品尝到味道的，恰恰符合人生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一咏三叹，百感交集，五味杂陈。所以当一个年轻人，尤其说你是个男人，当你学会了怎么样品味白酒的时候，往往意味着你走向一种成熟。所以我说白酒是年轻人走向成熟的一个成人礼。当然这是我个人见解，就看你有没有这种体会了。如果你和我有类似的这样的品酒经历呢，我相信你对我这句话呢，有可能就会产生共鸣。当然有的人会对我这个观点嗤之以鼻，行了，我可没觉得白酒哪儿好，要像你说那么好，那为什么有的人喝酒啊诗性大发，意兴横飞，斗酒诗百篇，而有的人喝酒呢酒后乱性，醉后失德啊，最后弄得丑态百出。这是为什么呢？同样的喝酒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你不说是成人礼吗？应该是好的。我告诉大家，世间就没有绝对好绝对坏的东西，正常的物质就看你怎么去把握，把握好了它就是好的，把握不好它就是差的。而酒在它的基因里边同时存在着天使和魔鬼两种东西，就看你取它的哪一面。说酒的基因里有什么呢？我个人总结，酒的基因里有3样。
文武痴，这什么意思？文不用说，文质彬彬，很有文化，很有素质；武豪爽大方豪迈，痴有点傻，有点愣，带点智障，这叫痴。你看吃字怎么写？这边并上一个之字啊，你查查它多少划？你一查，你发现13划。你明白上海为什么很多人管这个有点智障、有点愣、有点傻叫13点？怎么叫13点呢？就是因为吃字是13划，这是个绝对的贬义词。说白酒里头就有文武痴3种境界。那你说这都哪儿来？我听着都新鲜。好，我下边给你讲一个这个酒的由来，就包含文武痴3种境界。说这酒怎么写？3点水搁个身有虚害的有。那好，为什么这俩字合一块它念酒呢？为什么读音它叫9不叫8不叫7不叫6呢？好，我给大伙讲这来历，你听听，这个故事非常有味道。他说的什么呢？就说这酒啊怎么诞生的。有人说酒那个西方酒神叫狄俄涅索斯，说中国酒神是谁呢？杜康啊。你看这曹操那短歌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您知道杜康是谁吗？杜康是商朝时候的王子，是商朝一位皇帝的第7个儿子。说杜康一天天长大了，他爸爸给他派了个差事，干嘛？看粮库。民以食为天呢，你当粮库主任那是很重要一个角色。结果有一天他的下级来找他来了，说王爷坏了，说粮库啊出事了。说出什么事了呢？天降大雨，这个粮库啊年久失修，就漏水了。说这水呀进到粮仓里边了，说得赶紧过去看看去。这时候已经雨过天晴了，离着挺老远，这杜康就闻着什么味道这么香呢？到跟前一看呢，这不是粮仓那块漏了吗？雨进去了吗？顺着漏那地方啊，往外滴滴答答滴答答滴水，那股香味呢，就这水发出来的味道。这杜康搁这个指头啊点了一点，搁嘴里一尝，哎呀，乍进嘴的时候挺苦，一咂摸嘴，哎，香，尤其闻着更是香。说这什么？这怎么这么香呢？来，告诉下边人拿了个小碗，在底下接着，不一会儿滴答答滴答答有个小半碗，杜康拿过去喝一口，哎呀，很有味道，挺刺激。但是呢，喝起来有什么感觉呢？它毕竟它是这个粮食嘛，从泥土里长出来，有股土味儿。哎，这股土味呢，让人感觉不太舒服。说咱等一会儿再看，再接点，接出来回去。杜康再一喝，这饮料真好。说怎么形成的呢？你告诉他说，这水进去了，跟那粮食泡到一块儿，要搁现代话说，咱都知道叫发酵。一发酵，形成这酒精了。杜康一琢磨，说咱看看这老天爷给咱的，咱自个儿做行不行呢？把粮食跟水泡一块儿，哎，也能出这个感觉来。所以出了这个感觉之后呢，这杜康啊1天2天就尝这个东西，越尝越觉得好。说这怎么办呢？说喝起来好是好，但是有股土味，怎么能消除这土味呢？他就琢磨试各种配方，哎，也没解决这问题。这人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他晚上闭着眼睛就想这事儿，怎么能把这土味去了？哎，到晚上神仙托梦，做梦的时候来个白胡老头神仙给他托梦，说杜康啊，你喝那饮料，你不是想把那股土味去掉吗？我告诉你个办法，说这个土味啊天生地长，天地人三才，这得搁人味去中和它。你怎么办呢？你现在呢再把水跟粮食在那泡好，泡到第9天头上，在下午5点到7点的时候，哎，就搁12时辰来说，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就酉时。你把这盆饮料啊，你放到你院子里头，你在大门口等着，南来北往的有各色人等行人，你挑3个你看得上眼的人，你让他们呢把食指割破，
就跟那歃血为盟似的，几滴血呢滴到这个饮料里头，3滴血凑齐了，你可注意啊，有时过了这时辰不行了，不灵了，你看得上眼了，然后这个饮料里头这土味就没了。哎，杜康在梦里头，这白胡老头神仙给他托梦一讲这个，他醒了之后一琢磨，神仙给我托梦了，对不对呢？哎呀，死马当活马医吧，看着吧，你信他就灵呗。就这么着，他叫手下重新用干净的水上好的粮食啊泡好了，发酵到第9天头上，把这倒出来，搁这么一个小缸里头，把它放在门口。这时候呢，就是下午的5点到7点，就我们说的12个时辰里的酉时。这时候他在大门口那等着，说我得看得上的人，这人来人往啊，挺多。哎，不一会儿从那边过来一个读书人，摇头晃脑的在这里念念有词儿。哎，这个人有学问，我好像还认识他。喊那一声，来，您过来，借一步说话。这读书人来了，王爷您有什么事啊？有这么个事儿。一指这一缸饮料，神仙给我托梦，有股土味，您尝尝。舀一点一尝，是好喝，但是有点土味。好，神仙说了，借你一滴血，天地人三才，土味乃地，需要人来中和。好啊，很痛快。这个文人嘎个小口，挤一滴血进去了。又过了半个时辰，他又看上有个武将骑着马，高头大马，舔胸叠肚过来了。说这个人呢，给国家立过功劳，在战场上很是勇猛，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哎，您请下马，借一步说话。这武将下来了，王爷有什么事啊？跟您说有这么回事。哎，把这番话又说一遍。这武将崴了一勺一尝，不错呀，可以呀，把食指拉破，滴一滴血进去了。哎，这2位这不还差第3滴血了吗？可这时候再过这些人呢，这杜康就都没看上眼。哎，这不是我的法眼。可是左等右等啊，这天可就擦黑了。一看呢，离这个酉时过去啊，时间很短，也就几分钟了。这阵杜康着急了，再找人哪那么容易找着？四下里再一看呢，哎，前面小河边啊，有一个智障人士，哎，疯疯癫癫的在那和泥巴玩呢，实在找不着人了，自个儿又不行，行了就你吧，拽过来，没办法跟他说呀，喝一口，喝一口，喝一口，挺好，划开你手，挤一滴血。这人疯疯癫癫，智障人士嘛，也没拿当回事，划开挤一滴血。好，文人、武将、疯疯癫癫这个智障人士，3个人的血滴到这饮料里边，接着再拿这个瓢一舀，再一喝，吐腥味门了，芬芳甘美无比。杜康说这个东西今天才成型，那咱给它起个名吧。你看啊，它是水发酵而成啊，所以得3点水旁这个字儿是在酉时形成的。好，3点水搁个酉字儿，就这字儿吧。说念什么呢？说咱是第几天发酵了？王爷就是第9天。那好，就念9吧，9这个字儿就形成了。3点水搁个酉，念9。有人说，你说那文武吃哪儿呢？你别着急，我给你往下说。这自打有了这酒啊，这文武百官天下百姓啊，可算是找着精神寄托了，真好喝呀，来干来什么。这喝着喝着发现这个酒厂啊出现了3种不同的状况。第一种类型呢，喝酒的时候在酒局上，这个人很文明，端起杯来，我对您的敬仰如长江黄河之水，滔滔不绝。来，咱把这杯干了，举杯邀明月，对影成3人。这是文人的滴血发挥作用了，喝酒喝得很文明，很有礼貌，很有诗情雅趣，这为文人的滴血。可是有的人呢，觉得这样喝不过瘾，大碗喝酒干，一边喝一边劝酒这词，来来来，3伏天下雨雷对雷，朱千阵交锋锤对锤，咱们英雄好汉喝酒杯对杯，谁不干谁残废。来，这是什么？武将那滴血发挥作用。再有的人喝着喝着可就管不住自个儿了，明明能喝2两，非喝半斤，
能喝半斤非喝一斤，别人不喝，逼着人家喝，最后喝的离了歪斜的，双眼迷离的，说醉话耍酒疯，你喝不喝？不喝给你洗头，往人脑袋上倒。这是什么状态？智障人士那滴血发挥作用，吃人。所以这喝酒三重境界，文武吃。咱们生活当中你对比一下，是不是有文人的酒场，有武将的酒场，有智障的酒场？喝的那种程度跟智障有什么区别？没区别了。所以我说白酒的基因里头有文武吃三种境界。奉劝各位啊，喝到文够意思，喝到武够洒脱，喝到吃你可真够白吃的了。酒不是那种喝法，喝到人肚子去，没喝到别的东西肚子里边，您可得记住了。所以咱们现在有很多朋友的困扰呢，恰恰在此，说我接触的酒厂啊，哪有文酒厂啊？最起码都是武酒厂，更多都是吃的酒厂，到那就逼你喝，不喝都不行，就给我灌的上吐下泻的，我看别人都丑态百出的。其实这里边呢，有一个朴素的道理，就为什么中国人喝酒他特别愿意劝酒。有句老话叫喝酒把人喝厚了，耍钱把人耍薄了。意思是呢，耍钱都琢磨着我赢你钱，喝酒呢我都琢磨让你多喝点，让人家多喝点是不是对人好呢？有人说什么对好，他想惯我。在过去可不是，过去真是对人好。为什么？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我还经历了喝酒得用酒票那个年代，打酒都得搁酒票。为什么？酒在那个时候，酒是粮食精吗？它是个稀缺产品。这个稀缺产品就决定了呀，家里头有点酒舍不得喝，攒着攒着攒着，有一瓶酒都留着，逢年过节客人来了，中国人好客呀，得把最好的东西给客人喝。所以招待客人，你想想，您喝，得可着客人喝的够才可以。所以贫困年代过来的酒是好的东西，当然朋友来了有好酒得给人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热衷劝酒？中国人太内向了，甭说三杠打不出一个屁的人，这一见到人紧张都说不出话来的，说让你说两句跟杀了他似的，这人有的是。那在酒桌上为了烘托气氛怎么办？只能在酒上做文章。你看每当咱们酒桌上这进入很尴尬状态，谁也不吱声了，哎，那谁老梁你张罗一杯，你敬他一个，保准有人说这事。为什么？只有互相敬酒才能让酒桌气氛热闹起来。所以这是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劝酒，喜欢敬酒，它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但是这样的问题来了，你劝酒到了极致，往往就变成了逼酒。这一逼酒，有的人喝的就不是那个样子。那么怎么样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呢？我告诉大家，你一定记住，不是什么样酒局都去。有的时候你遭到这种待遇，热情的虐待也好啊，还是被人算计了什么劝酒劝大了也好，往往是你自找的。就是你要选择什么样的酒局我能去，什么样的酒局我不要去。有人说老梁，我想听你说说，那什么样的酒局咱不去呢？我说这几样你听听，你看有没有道理。第一种酒局，这个局上的人呢和你很陌生，有的甚至呢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关系，这样的酒局最好别去。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有个说法，酒无好酒，宴无好宴，鸿门宴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酒局你最好别去，咱是去找轻松快乐去了，不是去找麻烦去了。真要找麻烦咱谈判，咱也别在酒桌上。因为喝酒人越喝状态越不清醒，喝茶会越喝越清醒。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什么叫这种类型酒局你不能去，有利害关系的或者很陌生的。是去年12月份吧，在乌镇有一个互联网大会，咱们很多 IT 行业朋友都关注这，说那些大佬都去了，你看什么腾讯啊，什么美团啊，京东啊，快手啊，头条啊，还是什么阿里巴巴都去了。结果呢，在互联网大会期间呢，有一场很有名的酒局，就互联网大佬都来了。怎么能看出他都来了？你看上的菜，那菜名人给设计的吗？什么这个腾讯四海蒸龙虾，什么头条春水小丝蛙，什么这个京东紫气雪花牛，还有什么快手
称心喂冬瓜，就这样的名。就一看这些大佬都来了，做当家的马化腾啊，两边有京东的刘强东啊，有什么这，反正都是互联网界大佬。转一圈，大家突然发现一个事儿，哎，遍插茱萸少一人，少谁呢？马云。少了他，这还能叫互联网顶级盛宴吗？哎，偏偏就没有他。后来有人问马云说：“为什么你没去呢？”马云说：“没人请我呀，请我也不去啊。”最重要是饭桌上讨论什么事情更为重要。在这里，我们应该把所观点和想法对与错严去评论，真诚分享，这对于什么原因大家都清楚。为什么腾讯的老总坐在中间呢？有人说这个饭局呢是腾讯的朋友圈。那腾讯系和阿里系大家都清楚，它存在着一定竞争关系。那马云选择回避，我不去，有他的道理。因为这个饭桌上恐怕绝不简简单单是聚会谈事儿那么简单，它里边有太多的利益牵扯。所以我们生活当中有类似这样的饭局，咱索性去谈判，不要参加这样的东西，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这是我说第一类的饭局。第二类的饭局呢，你的老板你的领导带着你的饭局。有人说：“哎呦，我最苦恼就这事儿啊，这老板非要领我去出去说见见世面，其实就是跟客户喝酒让我挡酒。”哎，这样饭局你能躲就躲，实在躲不开，你主动给老板开车，那把老板送回来吗？我给你开车，不能喝酒。这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成了共识了。有人说为什么这样饭局就不能去呢？我告诉大家，这种饭局你觉得冲锋陷阵会给老板领导一个好印象吗？这样的饭局，你的老板你的领导考察的是什么？他其实就是你的忠诚度问题。咱们都知道一桌饭局上做主位那个啊，他是老板是领导，大家应该向他敬酒吧。可你发现谁都不好使劲的向他敬，都是适可而止，而且敬酒的方式都是领导我干了你随意。为什么这样呢？位置尊贵啊，我敬酒表达我的忠诚，我都喝了你随意，我还得照顾领导的身体。而领导呢，接受了下属忠诚表达以后呢，他也愿意接下来看看你们互相之间斗一场，你俩谁能喝，娱乐嘛。所以很多这类的酒局是这个，并不是说这酒局里头意味着你怎么样，而且你以为喝酒就是喝酒吗？说是猜拳行令啊，互相之间劝酒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能不能进入这个圈子，喝酒是个检验标准。什么标准？检验你的忠诚度，它是一种忠诚度信任度的测试。为什么下级敬上级，员工敬老板经常是我干了你随意呢？这是自我残害啊，怎么会这样呢？你注意看自然界里边这个头狼，狼的领头那个下边狼对他表示忠诚，怎么表示？要么把脑袋低下，要么躺地上把肚皮翻开。对于动物来说，肚皮是要害部位，意思是您随便伤害我，意思我获得你的信任和忠诚。你家里头养猫养狗，跟你撒贱的时候不也是把肚皮对着你吗？这叫合法伤害权。就是我把合法伤害权让渡给你，意味着我求得你信任我，我对你是绝对忠诚。所以往往这种酒局上体现的是一种忠诚度。所以说这样的酒局你去了，你难受不难受？在我们现在强调人的权利是平等的年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陋习。而且更主要的是，即使没有这些元素，往往你的老板包括请客那一边对方的老板，他会以挑剔眼光看待你，然后底下两个老板在一块在议论你，甚至你在这个公司将来的前程就这个决定。你可不要以为这小事，这些大佬们经常拿这个说事儿。你比方说李嘉诚，李嘉诚看一个人怎么看？吃饭，说这人是愿意跟老板坐一块呢，还是离老板挺远呢？李嘉诚的选择是他特愿意跟老板坐一块，这人我不能用，功利心重，溜须拍马。有意识跟老板坐得远，说明这人太胆怯，还可能心里有鬼，我也不用，我选中间那个。
其实你琢磨琢磨，李嘉诚是挺了不起的人，但是他这个标准跟选择人有什么关系？纯属他个人的一种，我还不说偏见，都差不多。还有你比方说这个董明珠，董女士，董小姐，她判断一个人在饭桌上吃相怎么样，不注意自个儿吃相，这人我不能用。还有的你像那个玻璃大王曹德旺，他看员工怎么看？几个年轻人不知道用谁呢？来，咱吃饺子吧。吃完问你们吃多少个了？那仨谁也不知道。第四个说我吃23个了，好，就用你了，说明你心里有数。好多老板他这个标准我就觉得很荒诞，但是呢他会通过吃饭酒桌上的表现来断定这人我用不用。你想想，当你像个商品一样被这些老板品头论足，你舒服吗？你不舒服。我们干的是工作，我工作表现好就足够了，我还需要这些工作以外的东西像邀功取宠一样获得人的认同吗？所以我说这样的饭局能躲就躲，不要去。还有第三类饭局你最好别去，酒肉朋友。有人说酒肉朋友交朋友怎么能不去？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这么些年交的朋友，我问问你，有哪个是你喝顿酒就交下来了？有哪个是因为你总跟他喝酒，你俩人就成生死哥们了？没有，一个都没有。有酒有肉多兄弟，危难何曾见一人。这个酒肉朋友在一块儿，完全都是那些声色犬马的欲望聚集。你看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没有女孩的饭局还叫饭局吗？这什么观点呢？说白了，一帮油腻中年男在一块儿，一个个充满着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想法和意淫啊！这来一个女孩就跟人开玩笑，甚至半荤不素段子都上来了，这是低级趣味。这样的饭局去长了，你会在声色犬马的欲望当中陷下去，对你的生活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咱说点高大上的，就是正能量太少的这种饭局，你最好还是少去。我说到这儿，很多朋友说老梁你没法听了，怎么的？照你这么说，咱什么饭局都别去了，那就咱别喝酒了，在家待着吧。不是那样，有一些饭局你还真得去。那么说哪几类饭局你要去呢？头一类的是人情的饭局，就说人家给你办了一件事，帮了你个忙，回头人家也希望通过吃顿饭呢，双方的家庭坐在一块儿，很高兴的联络感情，这时候要去，不去显得你不近人情。而且真正对你好的帮你忙的朋友也不会让你难堪，喝酒喝的不像样。所以这个时候有来有往，你记住朋友之间往来有个特点，说我万事不求人，我有事我不麻烦他不好吗？他不是，你麻烦他一下，他麻烦你一下，这个感情往往在这个往来过程当中就会变得越来越融洽。这就像我们说亲戚朋友不往来，不是亲戚也不是朋友了。所以这类饭局要去。还有第二类呢，你职场当中的一些饭局呢，比方说双方谈成了一个合同了，要庆祝一下，体现你公司一种精神面貌的，双方的喝酒点到为止的，代表你公司形象，该去得去。尤其是你是个中层或者说更高层，你更要去。还有第三类呢，是值得去的，就爱好的饭局。这我拿我举例子，我打乒乓球打好多年，我们球友打完了干嘛？必须喝一顿。喝一顿干嘛呢？打完了剧烈运动，咱需要补充营养。喝酒过程当中双方聊聊球，我们很有意思的活动是什么？比方说打团体赛，我们赢了他们输了，好，输的一方站起来给我们倒酒，我们每人还得翘着二郎腿，爱答不理的得倒上酒。你的球啊有问题，你正手不好，发球有问题，哎，那个过程很快乐。人活一世嘛，没个爱好，没爱好的人太可怕了，你知道。所以同好之间这个酒局能去还得去。那有的朋友说你既然有些局你要去，现在有的朋友的苦恼就来了，怎么来？说我参加这些饭局有个问题，我也不会说话，我一见人说话我就紧张。你说很多饭局我想跟人认识，我想扩展我的人脉，这个饭局是酒局是值得参加的，我也想喝两杯，可不知道咋说话，不知道怎么办。往往人家啊你好加微信吧，加完回头一看过不长时间微信清理，不是我好友该给你删了，你不往来怎么办？我告诉大家，饭桌上酒桌上喝的不是酒，喝的是人情世故，你得懂人情。怎么才能让大家把你记住，然后继续友好往来，给人留下个好的印象呢？我们每个人，你想你愿意跟什么人往来？如果这个人很体贴，这个人很有趣啊，这个人很厉害有能耐，你愿不愿意跟他往来？你肯定愿意跟他往来。所以你就想，
你怎么样在酒局短暂的接触过程当中变得很有趣，变得很体贴，显得很厉害，你才能获得更多人对你的认同。那怎么能做到呢？其实并不难，你从开始这个阶段，从点菜就能体现出你的情商来。有的人点菜就是啊，这个那个，你吃不吃这个，吃不吃那，太简单。上来先问忌口啊，老梁你糖尿病，不给你点甜的啊，点那个拔丝地瓜你可不能动啊，这就是体贴。过去民国那时候在北京请吃饭，必有那个东家站起来问一句，您各位是在旗还是在教啊？在旗是旗人，在教是回民，这都得问到了，避免出现各种不愉快，这也是体贴。然后点菜的时候，您喜欢吃什么？你说荤素搭配怎么样？最后什么酒水、什么饮料、什么主食，问清楚了，让每个人都觉得你照顾到他了。所以这个点菜不是个小学问。那么在酒桌上喝酒必然得聊天，聊什么话题？咱们有的人呢就不懂这个道理，以为我夸夸其谈，大家都得注意我。比方有一回我们是说了是酒桌上说到什么，随便谈一个话题，结果碰到一个朋友的神经了。他是干嘛的呢？他是搞钢铁行业的，然后他就给我们讲这个钢铁材料的生产，这个钣金那个铝合金，谁懂这玩意儿？他滔滔不绝讲，我们听得大眼瞪小眼，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你说能不对他心生厌烦吗？酒桌上最忌讳的讲自个儿专业，别人听不懂。那说不讲这个讲什么呢？大众关心的话题。都有孩子，咱说说教育。最近发生的新闻啊，你比方说这个世界杯要到了，俄罗斯你知道荷兰意大利都没进来，哎呦我最喜欢意大利，就是帅哥多，马上这话题就找大众话题。当然聊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人说一个你完全不同意的观点，你可别一下给人怼回去，这是最忌讳的事儿。在酒桌上你听着不顺耳，微笑点头，那明白人有都是，不光你一人啊，千万别给他怼回去。还有，如果一旦有的人滔滔不绝讲，大家都不爱听，你这时候主动站出来做改变话题、引领话题的人。他说正来劲，你说这对啊，我知道。你有一年我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讲过这个话题，我那朋友你不知道，他离过一次婚，他那个前妻啊是美国人，那年我去美国，一下把话题就转走了，就转到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个话题上。你要做这种话题的领路人。还有人说，老梁你说那个好像头头是道，我跟人都不熟，我咋张嘴说这个呀，多别扭啊。好，你想不想和人沟通的好一点？想不想在面对客户的时候，面对一些陌生人的时候有话聊？有的人经常跟我说这个很苦恼，你苦恼你还不做功课，你不活该吗？赖谁？这事儿能做功课。比方今天这饭局酒局上有这么一位你要重点照顾的对象啊，他是你客户，他是你什么？好，你得做功课，你得事先打听他是哪儿的人，这个不难做到吧？招待他住酒店，他拿身份证到前台问一下身份证写着哪儿的人呢，或者听口音，或者以前你就知道，做点功课。这酒席宴间呢，俩人没啥聊的了呢，你说中国人喝酒抽烟其实都是沟通的方式，那么聊天更是。你问他，王总你家哪儿的？老家啊，我山西的。山西什么地方啊？我运城。好，关公故里呀，忠义千秋关二爷，你们这的关二爷多了不起啊！我看香港警匪片，警察拜关二爷，黑社会也拜关二爷，老家真了不起。马上就关公，你们就有谈的了。李总你哪儿的？我青岛的。青岛好啊，人都说山东的济南，中国的青岛，青岛现在把济南都超过了。马上双方就最近发生的事，他老家的事就有话题了。您是哪儿的？我贵州人。贵州哪儿的？我习水的。习水好，你那有个喜酒老好喝了。你看正酒的话题就聊一块去了。所以像这些细节大家要特别注意。当然这里边有个大前提，什么大前提？你到这个酒桌上啊，如果一旦有一个人一口不喝，这个是很尴尬的一件事。就是如果你决定参加这个酒局，你不是酒精过敏，最好端起杯来，不能多喝少喝，助兴，千万别拒人于千里之外。这个酒桌因你一人而冷场，所有人不仅视你为路人，甚至心里往外会讨厌你。所以要么咱不去，
去了能捧就捧个场。当然酒桌之上不懂这规矩的人很多，咱们生活当中啊讨厌的一类人往往就是在酒局上不懂规矩的人。我说个顺口溜，你看看说的有没有意思。酒桌上有一类人最让人讨厌，这人表现是什么呢？叫请他不来，来了还不喝，从来不买单，还得装大哥，一见到女的就往死了喝，送他去回家还得吐一车。请各位对号入座。